哇，这里有一个大 building 建起来了嘞，改变蛮大的哦。丹中巴嘎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机票大马番薯日记，我是杰克。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丹中巴嘎。说我们今天来这边是做什么呢？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装扮。今天呢，我穿到这么正式，就是有关于我们今天影片的主题啦。所以一直以来呢，我都有收到蛮多观众的私讯，或者是有看到留言说，他们想要我在新加坡做一集有关于我在10年里面分享一些我过往的工作经验。所以呢，这一支影片呢，我就应你们的所求，来做一集有关于我在新加坡工作的其中一个职位。至于是什么职位呢？等一下就揭晓。我过往呢在这里做工都是穿到这个样子了啦，你看，就是衬衫、长裤还有包鞋。所以呢，我会跟你们分享我是怎么样找到这个职位的，还有我在这个职位里面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再来呢，就是我在这份工作里面得到了什么东西。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先。其实呢，我这10年以内在这一区是待蛮久了，因为我在这一区里面有待过3家公司，我有待过的公司呢，其中一家就是这个 Anson Central 这边的，在上面的其中一楼，这个也是蛮高的，你看，好高哦，就在上面的其中一楼啦。再来呢，就是第二家就是在这里啦，协和坊，我忘记它的英文叫什么了，放什么 Synergy Point 啊？对，就是这边上面的。那时候呢，我是在这里担任另外一个职位，现在好像是在装修。而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工作经验，就是在这栋大楼啦。其实我没有在里面上班啦，等一下会跟你们比较清楚的解释为什么我没有在这里上班，而是在别个地方上班。哇，真是超级久没有经过这边了，一经过这里呢，就真的是回忆满满。OK， 所以呢，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来到新加坡工作的第4还是第5年的时候所任职的其中一个职位，就是 Financial Advisor， 我们俗称的财务规划师。那么首先我是怎么样找到这份工的呢？是因为我在这份 Financial Advisor 之前的那一份工，我觉得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再学习了，所以我就决定辞职。可是我在辞职的时候，我是已经找到了这个 Financial Advisor 的 position。其实有很多人都问我要怎么样在新加坡找工。其实在新加坡找工很简单的，你只要去 JobStreet、Job Central 或者是 JobDB 等等的这些找工 website 去找。我忘记我是从哪里找到的啦，就是有一个 manager contact 我，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 position。众所周知，财务规划师 Financial Advisor 在人们一般的认知里面就叫做保险佬嘛，对不对？但其实原来 Financial Advisor 的定义不只是限于保险佬这个词而已，因为我任职的这间公司它是不属于保险公司的。通常我们听到的 Financial Advisor 都是来自可能比较大型的保险公司，好像大东方保险啊、AIA 啊、Aviva 啊、AXA 啊这些，对吗？可是我任职的这间 Financial Advisor firm 它是不属于任何一间的 insurance company， 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间公司它跟很多 insurance company 合作，就像刚才我提到的 AXA、Aviva、Manulife 等等等，就是他们有跟比较大的公司合作，好像 Great Eastern 或者是 Prudential 这2家公司没有跟他们合作，因为我觉得 Great Eastern 跟 Prudential 应该是属于蛮大型的保险公司，它应该没有必要跟类似这样子的 financial firm 来合作，扩大他们业务啦。所以其实像类似这样子的公司在新加坡是有好几间的。据我所知，那时候我的这间公司是在 Malaysia 也是有分行的，就是有一个总公司在马来西亚啦 ，as in 它是可以 advise 很多间保险公司的保险 policy， 然后再加上那些保险公司的投资。可是因为这间 financial advisory firm 它是本身有自己的 investment team， 所以讲到 investment 这一 part 的时候 ，advisor 呢通常都会猛推他们自己公司的 investment plan 啦。可是讲到 insurance 这一 part 的时候，我们就会以各种不一样的 policy 来做一个对比来 advise 我们的 customer。这个就是我们跟其他 insurance company 不同的地方啦，因为在其他的 insurance company 底下的 advisor，他们呢都会以他们公司的 policy 为主。Insurance company 旗下的 advisor 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子，可以 access 各种不一样的 insurance policy， 不同公司的 policy 来 advise customer。当然他们也是可以啦，可是他们要找到有这样子的 link 咯，要不然就是顾客自己提供 policy 里面的 information。而我们本身呢，在这间公司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最 update 的资讯，去 advise 我们的 customer。这个就是为什么那时候我决定试一试，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中立的 position 来 advise customer， 而不是偏向于某一间保险公司来 advise customer 啦。好，现在来让你们看一下一些证明。首先呢，你要变成 advisor 的时候，你就需要去考一系列的考试。
所以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第一张考试呢就是 M5 Rules and Regulation for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所以 for 这个呢是必考的，每一个 advisor、insurance agent 或者是 investment agent 哦，他们都一定要考这一张。再来呢就是 M9 Life Insurance and Investment Link Policy。第三张考试就是 Health Insurance。第四张考试就是 M9A Life Insurance and Investment Link Policy 2。最后一张呢就是 M8A 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 2。因为是好像不知道你考过了哪一张过后，可以直接 skip 那个 Scheme 1，直接跳去 Scheme 2，所以这张我也是及格了。当你考完了所有的考试过后，你的公司就会用你的这些 certificate 去跟 MAS， 就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申请一张 license。就这样子，我在那个时候成为了新加坡其中一名的财务规划师。可是因为现在我的 license 没有去 renew， 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再做专业的 financial advisory 了啦。如果我还要继续做这个 financial advisory 的 activity， 我必须重考我的 M5， 还有每一年都要重给 license renewal fee， 我才可以再进行 financial advisory。这个就是我如何成为一个正式的 financial advisor 的过程啊。接下来呢，我要让你们知道就是我的 daily routine， 每一天在做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先换另外一个地方先，因为我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车一直经过很吵，对面就是大马路，非常的吵。因为你们也知道 financial advisory firm 是怎样运行的嘛，就是它旗下会有很多个 branch， 所以呢，我在的那个 branch 哦，其实就是在对面的。然后很庆幸他们是整个公司里面最 top 的 branch， 就是那个 building 啊，在那边的啦。我是还蛮荣幸可以跟他们共事的啦，就是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可能等一下在结尾的时候让你们知道一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什么。现在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让你们知道我那个时候每天是在做什么的。那时候呢，每天在做什么？那时候第一个工作就是一定要找到客户啦。那么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找 client 呢？第一种方式就是 cold call， 打 cold call， 问他们需不需要 financial advice service 之类的。然后那个 list 其实呢，我们是要给钱的。可是那时候我的 leader， 我的 manager 算是蛮好的啦，他就给了我好几个 list 去打，都是免费的。然后第二个找 client 的方式呢，就是通过 street survey 啦，就是平常如果你们有在新加坡做工的话，你们经过 MRT 路口啊、shopping mall 啊，会有一堆的 agent 站在那边拉你们，问一些问题。是的，我也做过类似的工作。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找 potential client。刚才跟你们讲的都是我们 so called 的 cold market， 所有找到 client 都是我们不认识的。然后间中，如果你要做 warm market， 就是熟人的话，我们也是会看旁边的亲戚朋友需不需要做一些 financial advisory， 我们就会问愿不愿意给我们一些机会啊，帮他看一下他的 policy 之类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warm market。So 现在呢，我就要让你们来看一看，当我们在 meet client 的时候，整个 advisory process 大概是长得什么样。So 当我们在 meet 到 client 的时候，我们就会拿出一本书或者是一张白纸，我们要开始画图了。这个应该你们也是有觉得似曾相识吧？就是在你们去 meet 你们的 advisor 啊，或者是 any agent 的时候，都会做相同的事情。那首先呢，我们会画一个三角形，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的话在下面留言。这三角形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会拿这个三角形来教你怎么去 analyze 你自己的财务状况。所以第一步最重要的财富规划一定要有 emergency fund， 这个是在最底层的。什么是 emergency fund？emergency fund 呢，就是 liquid asset。liquid asset 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变成钱的，好像你在银行的钱啊，或者你放在家里的 cash 之类的。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 emergency fund 呢？顾名思义嘛 ，emergency 就是 for 紧急用的。如果是有发生什么事的话，至少我们有一笔钱可以随时随地就是把它转换成 cash， 然后拿出来用。那么你要怎样去确保说你的 emergency fund 紧急用金是够的呢？我们这里有一个 formula， 就是拿6个月再乘你的 expenses。我是以新币来计算啊，如果我的 expenses 是1500块一个月，所以乘6个月的话就是多少钱？9000。所以 before any financial planning 之前，你要 make sure 你自己有6个月的 expenses for emergency fund， 就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至少你可以一下子就拿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emergency fund 啦。所以当你的财务规划的最底部、最根基的 emergency fund 已经够了、有了过后呢，我们才会移上去多一层。这里呢，第二个是我们所谓的 protection。protection 字面上看上去就知道是做什么的啦，这个就是我们的保险。你有了 emergency fund 过后，你才来买保险。我们买保险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确保我们有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保险来 cover 掉我们的医药费。还有我们买保险来干嘛呢？我们要买保险来 cover 我们的 income。income 是什么意思？就是收入嘛。打个比方，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如果没有买保险，当我们在 suffer 死亡、残
费，或者是有任何绝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保险来 cover 这些东西。怎么讲呢？如果真的touch wood那个受保人真的是死亡的话，我们买保险的这笔钱呢，就可以给他们的家属。如果是自己真的是那么不幸有意外的话，中任何疾病的话，我们买保险所拿到的钱可以 cover 我们的生活好一阵子。那么你要怎么去衡量你的保单是够还是不够呢？这里也是有一个 formula 的。通常 advisor 都会 advise client 拿一个10年来乘 annual income。打个比方啊，如果我的薪水是2500一个月的话，乘1年30K 嘛，对不对？30K OK， 这里是新币，这里就会有一个答案是300K。但是我跟你们讲哦，这里哦真的是因人而异的。可能有一些人觉得，如果他真的是有中这3样东西的话，他觉得在5年里面就可以适应了一切的生活，所以这里你就不需要放10年那么多，你可以放5年。所以呢，这个10年只是一个 standard formula， 到最后要受保多少，还是以你自己来决定的。所以这一个就是 protection 的部分。好，现在我们呢再看回我们的整个财务规划。当你完成了你的 emergency fund 最底层，还有 protection for insurance， 再来我们就上一层，最高层的呢就是 accumulation， 就是聚集你的财富的时候，我们要通过什么方式来聚集我们的财富呢？第一个方法简单粗暴 ，saving， 你把你的薪水存起来，放 fixed D 啊，或者是存在银行，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 accumulation by saving。再来呢就是 investment， 我们可以怎么样通过 investment 来聚集我们的财富？我们可以用基金、股票、ETF 来聚集我们的财富。讲到投资呢，杰克就有一款关于股票的应用程序想介绍给大家，不管你是资深老手还是新手小白，都非常适用哦。这一款应用程序就是 Moomoo， 新加坡第一家美股交易、零佣金、零平台费、零数据费的全球交易平台，是富途控股旗下的投资平台。Moomoo的母公司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而且还是腾讯战略投资，有着很强的实力背景。Moomoo在全球多个市场都持有金融服务牌照资质。Moomoo在新加坡还拥有 MAS 新加坡金管局颁发的牌照，所以在Moomoo理财完全不需要担心我们的资金安全问题。Moomoo的操作也十分便捷，里面有中英版本供您选择，而且Moomoo可以交易美股、新加坡股和港股，同时还有基金、期权和 ETF 等服务。其中在基金方面，Moomoo还能一站配置全球顶级基金，真正的做到一个账户拥有一站式的投资体验。Moomoo的设计同时也兼顾到了专业投资者和新手，它为专业投资者提供了综合性的分析工具，可以从资金面、技术面、基本面对公司进行分析，帮助投资者更全面、及时的了解股票动态。同时也为新手提供了很多便捷服务，例如免费课程，只要进入应用程序，点击右下角发现，点击课堂，会出现很多分类，例如股票、基金、期权等，你可以选择你感兴趣的板块去学习。例如点击股票，课程里会出现关于港股、美股、基本面等知识，最重要的是完全免费，你可以去搜索你想要的知识学习。在这里有一个牛社区，是专门为志同道合的投资者提供投资经验讨论、交流、分享的线上社区，能看到别人的持仓和一些观点的分享，偶尔也会去上面留言。Moomoo还有7天24小时的客服，对 Apps 有任何问题都能够去咨询。Moomoo的资讯是业界顶尖的，与全球顶级财经媒体达成合作，为用户提供7天24小时全天候免费财经资讯，以此帮助全球投资者发现投资机会、识别投资风险、解决信息不对称的痛点。所以不管你是资深的投资者，还是想要学习股票基金的新手，Moomoo都是你最佳的选择。尤其现在用Moomoo交易美股是终身免佣金的，例如交易苹果股票，Moomoo是零费用，老股是2美元，汇率大约是3美元，新加坡新展大约是20美元，终身免佣交易能省去巨额佣金费用，而且Moomoo还为新客提供了优质的福利。现在只要通过影片底下描述栏的链接注册开户，就能获得美股终身免佣金的福利，免费实时行情，同时还有10股票代金券和30基金代金券，而且只要入金2700新币或等值的金额，就能有一次抽奖股票机会，最高是能够抽到特斯拉股票。好，所以这里呢就是关于怎么聚集你的财富的部分啦。我们现在再看回去整个财务规划，我们到底要从我们的薪水里面抽出多少%来完成这里的规划呢？这里我们是建议30%从你的薪水。打个比方，如果你的薪水是2500一个月 ，OK， 乘30%就是750嘛。那么你的30% 750要怎么去划分出来呢？通常呢，我们都会建议顾客拿出一个10% for protection， 还有20% for accumulation， 250来做protection 买 insurance， 还有20% 来聚集财富，就是500块了。所以大致上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financial planning 了。好，所以呢，大致上这个就是我之前的工作内容啦。然后这里呢要做一个 disclaimer， 我刚才所跟你们讲的所有东西都不属于 professional 的 financial advisory， 因为我的 license 已经过期了的。By right， 我是不可以 anyhow 做 any advisory， 可是我可以 sharing， 所以我刚刚只是 based on 我的 personal sharing 来跟你们讲要怎么去做一个最基本
本的 financial planning。希望通过这样子的 sharing 呢，你可以做出一个很简单的 financial planning， 就是以你自己的薪水还有你自己的 expenses， 至少你去 meet agent 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概念，你自己需要多少的保额，然后你可以用多少钱来做 investment 之类的。希望这个是有帮助到你们的啦。这里呢，就是以前我做 financial advisor 待过的地方，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搬去别的 office 了。这里呢，就是我以前每次望出去会看到的景色。最后呢，让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当 financial advisor 的这段期间，我学到了什么。其实哦，我做 financial advisor 的时间并不久啊，差不多1年这样子。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尝试 self-employed， 就是完全没有拿薪水的。Anyway， 到最后我还是回到这里做结尾。OK， 言归正传，我之前呢遇到的所有 advisor， 包括我的 manager 都是很好的人。我的 direct manager 他也是 Malaysian PR， 可是他从小到大都是在这里读书的。他现在也是变成了 Singaporean， 他真的是我们整个 branch 的骄傲，因为他是整间 firm 里面的 top， 他也是唯一一个 introvert 可以做到 the best 的。因为很多人都讲 introvert 是不适合做 sales 的，可是他就证明了 introvert 做 sales 可以做得更好。当然，可能我只是学到他那么几巴仙，我没有办法像他那么 top， 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心态不对。因为讲真的，我已经习惯了收薪，就是稳稳拿薪水。我也没有稳稳拿到那个薪水，我的心里就不定。就因为我有那样的心态，而导致我的 financial advisor 的 life 并没有那么长。所以1年过后我就没有做了。可是当中我学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累积下来的经验，才会成就现在的我。你看我现在做的东西也是 self-employed， 也是自己出来闯。可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compare with 现在的我来讲的话，现在的我至少有一定的根基，心理上也做好了一定的准备，去真正承受当你是一名 self-employed 的时候所会带来的所有压力。所以呢，之前这一段期间的经验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我来讲，我始终相信这么一句话：没有所谓的失败，只有从中学习所得来的经验。不管在做什么事情，只要你有试过，你一定会有收获的。好啦，这影片就到这边啦。希望这一期的影片呢，对你们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等一下看完影片过后，可能你们可以拿一张纸，等一下自己算一算你们自己的财务状况，看一下你们的财务分配到底是介于什么阶段。希望有机会呢，再跟你们分享其他在这里工作的一些经验。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影片。如果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就给我一个赞。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